哦，一下踢到了颈部，再打身体，又一次，又一次，平勾，哇，击倒，漂亮 ，Bittern 很擅长。好的 KO 压上。她是张伟丽都忌惮不已的中国女拳王，区级冠军、市级冠军、省级冠军、全国冠军，这些冠军奖项全部被她一人收入囊中。按辈分来说，张伟丽和严小南理应喊她一声大师姐，毕竟他俩早就转战去了综合格斗，就剩下龚艳丽在搏击界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然而龚艳丽并没有让所有观众失望，身为女子散打界最后的希望，龚艳丽只用了半年时间，她便轻松取得了十分耀眼的40连胜，让所有来滑踢馆的外国女选手心惊胆战。俗话说，强者自然有强者来打，保持连胜不败的龚艳丽很快就遭到了强者挑战。她叫贝特伦，是荷兰的黄金女孩，甚至可以说她是荷兰百年难一遇的搏击女奇才。自从踏入职业生涯的那一刻起，那个时候贝特伦才17岁，从那一刻开始，贝特伦就从来没有输过任何一次比赛，39战39胜37次 KO 的战绩，足以让贝特伦稳稳地走进名人堂，世世代代让拳迷粉丝记住贝特伦的名字。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龚艳丽的精彩表现。红色短裤是龚艳丽，黑色长裤是荷兰选手贝特伦。一位来自于荷兰的女将，8年没有输过，从16岁开始，战力在这个级别上绝对是世界一姐的 Bittern， 而且在自己的职业拳击3战全胜 ，MMA 2战全胜，而且我们才知道有可能还是 Ronda Rousey 的这个弟子啊。现在的 Bittern， 我们看龚艳丽用的什么办法？一上来进内围，然后进了内围以后马上开始攻击，攻击完了马上抱对方，不给对方打。比赛才刚刚开始，贝特伦打的就非常凶猛，丝毫不给龚艳丽任何适应比赛节奏的机会。在贝特伦眼中，除了进攻就是攻击，一点其他想法都没有。看来这场恶战才刚刚开始。熟通武术散打的龚艳丽没有慌乱，而是在第一时间调整步伐、移动规律，持续与贝特伦展开中远距离对抗。WBC 的世界冠军 ，WCK 的世界冠军 ，WF 的世界冠军。对，刚才还是有一个意外的用脑袋撞在了贝特伦的下巴上，要小心一些。是的，那现在一个前手的直拳很重啊，贝特伦其实也非常熟悉哦。这个时间差，好漂亮，后摆前置后摆，顶袭击很重啊，还好只能一下袭击啊，小心啊，高位扣转腿，后卫的摆拳顶膝抱住。双方的搂抱次数非常频繁，打完一波进攻之后就开始实施搂抱，不知道是贝特伦的诡计，还是龚艳丽的应敌之策。武术散打出身的龚艳丽自然不喜欢在内围展开对抗，这就说明贝特伦有主动搂抱的嫌疑。消极比赛被发现的话会吃黄牌的，怪不得贝特伦能连续保持8年不败，原来是在利用比赛规则的红线持续获利。个前手，这次没打到哦，小心！龚艳丽冲进去的危险性很大呀。没错 ，Bittern 可是已经干掉了王可涵，又来也干掉了鄂美蝶。现在中国女子的顶梁柱就在龚艳丽身上。龚艳丽现在就是抱着对手不能摔啊！没错，现在王可涵成了 Bittern 的这个队友，也是他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可能王可涵再次打 Bittern 的机会可能不太大。张铁刚老师已经警告了龚艳丽。龚艳丽身为中国女子散打界的一姐，在此之前她打败了很多女子散打选手，其中就包括张伟丽和严小南还有孟博。可以说龚艳丽不会打综合格斗，但绝对不可以说龚艳丽在战力对拼不占优势。不过贝特伦这家伙也不是泥捏的，打起架来一点都不含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阻碍都无法阻止贝特伦发起主动进攻。前摆很扎实的一个前摆拳。在中国，王可涵、鄂美蝶和龚艳丽都是非常强悍的女子选手，而贝特伦在世界级在55公斤这个级别。地扫，连续进攻，还好，大多数都是打在了对手肩膀上啊，肩膀。第二回合开始了，贝特伦的出生地是在荷兰。荷兰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盛产搏击冠军的地方，很多搏击冠军和踢拳冠军还有综合格斗冠军都与荷兰这个国家有关联。从贝特伦身上就可以清晰看出，他从17岁就开始连胜，所迎战的对手也是层出不穷，越打越强。但贝特伦每一次都能取得胜利，足以证明龚艳丽这一次是真的遇见了强敌。裁判在警告，残暴要尽量减少啊！策划波，龚艳丽这个时候面对第二回合是Bittern的强势局啊。后手来到，
哦，要压点了吗？对，刚才又是用脑袋撞到了贝特伦啊。压点了。这样的话一分消极，那龚彦丽就更不好打了。直接进攻，你就直接进攻，进攻推开了。因为龚彦丽的脑袋前倾撞到了贝特伦，导致龚彦丽被扣除了1分。其实本身龚彦丽就不占太大的比赛优势，再加上被扣除的1分，往后的日子龚彦丽就挺难过的。拿到比赛优势的贝特伦一点也不舍得闲着，则是选择继续给龚彦丽施加压力。又是连续的顶击。先打他肚子，再打哦，低位打火打到了。哦，贝特伦连击前手的刺拳很快。不要退，打他肚子。现在龚彦丽整个把自己的重心压低了，开始攻击对方的腹部。对，这边龚彦丽的教练告诉他不要退，要对对手的腹部进行更多的攻击。又扣了1分，又压了1点。要进攻，要进攻啊！这样对龚彦丽来说，不愧是8年无一败绩的荷兰拳王贝特伦。从他的报价上来看，就可以明确表明这家伙很厉害。哪怕是让贝特伦有一点小优势，那么他就可以将这一个小小的优势无限扩大。与此同时，对于龚彦丽来说，要想赢下比赛，只有 KO 贝特伦这一条路，不然龚彦丽根本无法顺理成章获得最终胜利。后手摆拳没有打到。龚彦丽锁定。漂亮啊，用膝尖的这个位置，而他顶击的时候带一个起跳的动作。没错，提胫骨扫标准。我们讲一个故事吧。其实 Bertrand 去参与这个职业拳击的原因是很诡异的，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级别没有人给他打了以后，才会去参加职业拳击，而且还拿到了3战全胜这样的一个。另外他还打过 MMA 啊，还是在隆纳。这场比赛的结果对于谁来说都很重要，尤其是龚彦丽，她在中国擂台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阻止了几十位外国选手的攻击，但自身的名誉和名气并不是特别高涨，只需这一次胜利，龚彦丽便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毕竟贝特伦这家伙无容置疑真的很强大。到了第3回合，贝特伦又开始搞事情，示意裁判龚彦丽有撞脑袋的嫌疑。撞到了。对，刚才是一头顶在了贝特伦的脸上。扫踢。可能因为想要率先进入到近距离的进攻和缠抱当中，这拳有打后脑的嫌疑。刚才闪出去这一下漂亮。对。转身好的，对，要多这样的进攻，对，这样闪出去，漂亮一下没有弹子了，现在开始拼了，这才是我们希望。龚彦丽无法以点数优势的方式获取胜利，唯一能获取胜利的渠道就是 KO 贝特伦，但 KO 贝特伦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真要是有那么容易的话，贝特伦也不会连续8年没有失败过。再加上贝特伦的 KO 率那可是相当之高，没点真本事的话，恐怕龚彦丽早就被贝特伦打了个人仰马翻。德林老师警告了贝特伦。不要打进中距离啊！他上来中距离。好，这个2次打击。对，不要和对手靠得太近。前摆打到。刚才躲过贝特伦往左边闪躲之后的这个迎击是打得很漂亮，没错，希望能够再更好的，又是一个转身的中扫。龚彦丽的第3回合的表现才是我们一直期待的这场比赛。双手的箍颈，对，这个有这个消极的嫌疑。因为贝特伦主动搂抱的意图太过明显，于是被裁判警告了1次。不过这一次警告几乎是微乎其微，根本无法阻挡贝特伦继续给龚彦丽施加压力。有一点不可否认，龚彦丽内心深知赢下比赛的希望非常渺茫，但她依然在苦苦坚持与贝特伦展开对抗。龚彦丽可以让对手先主动出拳之后进行躲闪的迎击，因为如果他率先发动进攻的话，距离是有些远。没错 ，Bertrand 的连续进攻，连续前后。龚彦丽这场比赛的战术还是用的不错的，一旦失去自己擅长的中劲，好的，漂亮，侧踹，倒踢。
很多外国选手对于中国的侧踹腿都是防御能力很低的，因为不习惯。再来一个转身的边腿，腿踹。哦，郭彦丽的战术很简单，用步子和身法移进去，给对方中距离直接打住。其实龚彦丽想的非常简单，就算输也要体体面面，并不能让他人看不起中国武术散打。就在贝特伦准备对龚彦丽发起最后一波进攻的时候，龚彦丽当即就给贝特伦来了一记转身边拳。最后1秒钟，龚彦丽在最后1秒钟 KO 了贝特伦，这个情况非常的意外。压上的 KO， 哇，太厉害了，龚彦丽，这是超级大翻盘。这场转身的逆天局的比赛，哇，8年没有败的贝特伦，竟然在最后1秒被人 KO 压上了一拳。哇，太棒了！我们看到，现在龚彦丽都不敢相信自己现在的表现。哦，贝特伦在这边已经是失去了意识。我天哪，大家再看，哇，这个情况吓坏了裁判和解说员，台下的观众也被吓了一大跳，根本不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幕是真的。最终龚彦丽获得了比赛胜利。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龚彦丽打几分？